什么时候打完放剩下的人离开，让所有人都好好的看着，不管是小厮护卫还是丫鬟，季家的所有下人都好好看看勾搭主家的人是什么下场。是。夫人，我错了，我不敢了，饶了我，饶我一命，夫人。季山和胡春花几人双腿直发软。阿爷、奶、二叔、二婶、爹娘，你们也别回去了，这么一出大戏，你们不看岂不是浪费了？别天天的真当他是个大善人，什么话都敢在他面前说。就九月这手段和心性，别说主母了，就说要当家主，他是季家也没有人敢说三道四的。护卫的鞭子啪的一声空响，那沉闷的声音让在场所有的人心头都微微的发颤，谁也不敢离开。九月手里抓着把瓜子儿，乐滋滋的看着护卫抽人。这一出，季家的下人实实在在是被九月给震到了。他们之前的许多想法或许是先入为主了，他们以为他们能拿捏住季家，如今再看，就九月这手段和心性，别说主母了，就说要当家主，他是季家也没有人敢说三道四的。更何况他们这些连卖身契都捏人手里的下人。经此一事，整个季家再也没有什么偷奸耍滑的懒奴了，个个做事恭敬的很。然后九月看似没有上班，其实也差不多过上了上班的生活，见天的在将军府、东宫还有皇宫转悠。每九月有一点怨念，丰原帝就赏九月个什么物件，别管是什么物件，总归是有的。然后九月就吃人嘴短，拿人手软的敛去了臭着的一张脸。连李峰都说，九月虽爱财，但却取之有道。这也是丰原帝疼爱九月这个小辈的原因。时间转瞬即过，九月收回搭在太子妃手腕上的手。喜脉，已经有月余了，恭喜啊！太子妃紧怕掩面，竟是哭了出来。本该是值得庆贺高兴的事儿，九月莫名的看得有些悲哀。明明有问题的人是太子，但因为他是储君，是大齐未来的帝王，所以哪怕是九月也没有办法告知太子妃事情的真相。好在太子是个好的，所以是不管来自哪方面的压力，太子从来没有让太子妃去面对过。如今正值秋季，往年丰原帝也没有那个心思搞什么秋猎一类的，通常只是走个过场，但今年说是要大搞一次。许是今年毒解了，身体也好了。哎，你有没有觉得陛下的精气神好似好了不少啊？小声点，你怕不是想让御史参你一个居心不良啊你？啊，真是，就你有眼睛，旁人看不出来啊。丰原帝身体和精神好的事情，不止朝臣注意到了，二皇子自然也看出来了。反正丰原帝马上就要45了，不出意外马上就要死了。太子无嗣，就算是丰原帝执意让太子继位又如何？为这大齐的江山考虑，那些迂腐的官员、民间的读书人，会拿太子无嗣这一点做文章，到时候鹿死谁手，还真就说不准了。我总觉得今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是发现了什么？不是，恰恰是我什么都没有发现，只是感觉不对劲。没事，我去跟沈将军说一下，让沈将军告诉禁军的人，顺便让陛下的护卫也重视起来。但那股挥之不去的腥气久久萦绕在九月的鼻翼，把我们帐篷里的雄黄还有样粉分点过去。说话间，最后一个表演者上场，九月的眼皮莫名的跳了跳，小姑娘轻轻吹手中的乐器，指尖灵动飞舞，瞬间空灵却又莫名沉压压的声音缓缓自那椭形的物件内倾泻而出。九月微微抬眸，就看到林子像是晃动了一下，有什么东西从林子里朝着这边奔过来了。九月灵光一闪，终于知道那股子腥气是什么东西了。小姑娘的乐器是在控蛇虫鼠蚁，这些东西无孔不入，更有蜈蚣、毒蛇、蝎子这一类根本防不胜防的东西。这个小姑娘就是在用她吹着的那个东西来控制这些毒物。要是这些人出事了，大齐就完蛋了。我可才刚抱上的大腿啊，半点还没有狗仗人势，狐假虎威呢，可不能出事。要是大齐乱套了，我不就又得找地儿安置了吗？去丰原帝身边，把药粉和雄黄撒成一个圈，你们站在药圈里，圈外弄个火圈，
切记，雄黄不可燃烧，有毒。袖口和护腿捆起来，鼻子、耳朵、嘴巴堵上。陛下，容妃娘娘和二皇子殿下和这次的虫子袭击有关系，要不我帮陛下分忧了。贱人，你在胡说什么？二皇子这是对着丰原帝磕头跪地的说自己没有，惹得九月脑瓜子嗡嗡的。九月看了一眼丰原帝，你动不动手？你不动我就动了。你个小贱人，你空口白牙的就敢污蔑本宫，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你有证据吗？你没有证据，本宫一定要陛下诛你的九族。很好，一共4具小贱人，一只手可以不用要。所有人都被九月突然的指控和容妃骂街似的自证给弄懵了。放肆！容妃，何时轮到你来教朕做事了？9月是大齐的福星，岂容你在此污蔑？皇上，完蛋了，要进血了。这容妃真的不知道这个姿势她做起来有多么难看，还有那4具小贱人。9月，要证据是吧？那我就给你证据。却见九月已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脚把容妃踹到了火圈外。母妃！容妃尖叫哀嚎一声，直接滚到了护卫们刚烧过，但很快又聚拢了小部分的虫子堆里。但令人惊奇的一幕出现了，所有的虫子都争先恐后的远离了容妃。贱人，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九月冷哼一声，微微眯了眯眼睛，余光看着容妃那个婢女，婢女脸上带着笑意。笑吧，马上就笑不出来了。9月，这意思是可以处理了。陛下，您瞧好了，证据这就到了。就听凌空啪的一声，九月的鞭子直接甩了出去。容妃大叫一声，眼睁睁地看着鞭子到她的面前，勾住她腰间的香囊，然后猛地抽回，香囊不见了。救命！救命啊！但九月站在容妃的面前，包括容妃的下人在内，谁也不敢伸手去把容妃拉进圈里。随后不过几息，蝎子和蜈蚣滚滚而来。九月站在边缘，手里拿着香囊，定定地看着蛇蝎子和蜈蚣前仆后继地涌向容妃。喜欢虫子吗？自己尝试一下就知道。喜欢虫子吗？自己尝试一下就知道。花奴朝着容妃那个婢女打扮的花奴跑去。等你好久了。九月单手卡住了花奴的手指，踢了二皇子的肚子一脚。二皇子条件反射地张了嘴，吃吧你！手指连带着药粉瞬间落到了二皇子的嘴里。二皇子踉跄着往后退了好几步，他最是知道花奴手里的毒是多么的厉害。不过1、2息，二皇子就掐着脖子满脸青紫了。完毒我就是祖宗。这个花奴身上带着浓重的药物，这么稀奇的东西，我的了。毒人和毒人的毒，那都是他的，都是。九月，我都看到了，你动作太帅了，干净利落，解决人的手法也快准狠，一点都不给敌人可乘之机。九月仰着小脸儿，高兴地看着季逸清。季逸清领悟到九月的意思，低头靠近九月的耳边，连夸带讲的又说了好几句，只把九月夸得见牙不见眼的。下次一定要小心再小心，不然我会很担心的。丰原帝那边终于把自己收拾妥当了，抬眸就想找九月问一下事情的经过，结果就看到九月和季逸清黏黏糊糊的，伤风败俗。但两人谁也插不进去的氛围让丰原帝十分之酸。九月，你过来。嘿，陛下，您叫我啊。这个人要怎么办？朕要审他，但是他身上的毒不能给他解毒，他可是毒人，好几百人能养出这一个就十分的不容易了，珍贵的要命，他简直是无价之宝的存在了。所以能不能把他送给我呀？你要毒人干什么？说是可以研究一下，之后若是再遇到也能够有应对之法吗？行，等审过之后就给你。陛下，您可三思啊！这人可是刺杀你的，受诛九族的大罪呀！谢谢陛下。你说他浑身是毒，但现在需要审他，这样还怎么审？哦，有什么关系？头发剃了，指甲拔了，身上有毛发也一并剃了，别沾到他的血什么的就行了。
想着9月又觉得这些人怕是不会。算了，等把控虫的人找到，我弄吧，让他们小心点，别把人给我弄死了。回城。回都城以后，季青和季昭眠还有各个衙门的小官小吏被到处借调，直到忙碌了快整整1个月，才把荣家的事情给忙完。要不这段时间你睡书房？季青关门的手一顿，挺高的大汉缩在门边，光是看着就莫名的有点可怜巴巴的孤寂感。这个人绝对是故意的，绝对不睡书房，不睡书房，和我睡。季青这才转过身来，抿着唇走到床边。就季青这样子，让我觉得自己有种提起裤子不认账的渣男感。灯下美人，还是个这么羞涩可餐的美人，小象还拿捏不了你。哼，不想分开睡。行，不分开睡。虽然在衙门很累，但是回家抱着你睡就不累了。你嘴现在可真是会说了。情深所意，肺腑之言。反正分房是不可能分房的，连分床都不可能，更别说是分房了。果然呢。9月看着少卿整理着巡盐御史女儿的资料，脑子里想了几种方式，不外乎是把人揍一顿，警告一番什么的。但9月想想都觉得这治标不治本。再者，这人如此不把他放在眼里，9月莫名就有点不爽什么的。东家，那被扶着架着的满身泥土，狼狈的不行的不是季青还能是谁？东家，大人出事了。这会儿一看到季青这狼狈的模样，9月的眉心都跳了跳，满心都在腹诽丰原帝，以为是荣家的人对季青下手了。丰原帝说是皇上，怎么找个什么幕后之人那么难？这么久了还没抓到人吗？殊不知那伙人盘踞100年，哪是那么容易就能够连根拔起的呢？刚走到季青的面前，季青像是闻到了9月身上熟悉的药香味儿，猛地抬起头来，一眼，9月微微蹙了蹙眉头。不对，季青这状态怎么像是中了那种桑药？面色潮红，连呼出的气都像是带着情欲。9月黏黏糊糊的直接抱住了9月，仅存的理智让他除了抱住不再做其他，但一旦抱住9月，未散的药效张牙舞爪的瞬间就把季青给包裹住了。身上烫的9月险些招架不住，呼出的热气争先恐后的直往9月身上钻。少卿急忙起身，帮着9月把季青给扶进了屋子。刚进屋，9月一把将少卿给推出了门。去给我查。剩下的话被猴急的季青堵在了舌尖。少卿匆忙的只来得及点头，知道里面会发生什么，连连后退几步离开房门口。怎么了？我怎么听说易清摔下山了？大人不是自己摔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原来季青从寺庙坐着马车离开的时候，半路遇上了那巡盐御史的女儿。那人做人做事全凭自己喜好，得不到就毁掉，也不是个什么善茬。眼看几次想要偶遇季青不成，也打听到季青和9月的感情很好，知道想要嫁给季青的事是不会成了，本着怎么也要共度一夜的想法，毕竟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打听到今日的季青要去寺庙办差，回程的路上就直接让人追打季青所乘的马车，而后直接将季青掳走。几个大汉把季青给抢上了马车，那蒋家姑娘在马车上就迫不及待地给季青下了药。谁料季青因为9月这段时间耳提面命的提醒，随身带着小刀，抬手给了自己一刀，翻身就从马车上滚了下去。那蒋家姑娘猴急的呀，让季青根本就来不及吃9月给他备的可解百毒的解毒丸，生怕自己沾到了那蒋家姑娘，这不才一路的滚到了山下。昭眠，你不是也可以写奏折吗？可不能让你弟弟吃了这哑巴亏啊！你就写信告状。这事儿9月肯定是不会只跟那蒋姑娘计较，要搞的话9月肯定是会连带着蒋家满门一起搞，更不可能平白让蒋姑娘占一个季易清妾室的名头，这完全就是别来兵。所以这事儿就算是要搞蒋家，那
也绝对不能够把二弟明面上扯到这件事中来。水至清则无鱼，只要想找，肯定能找到蒋家的罪证，或大或小，就看怎么运作。虽会耗费点时间，但这件事儿他绝对会为二弟讨回公道。季兆民刚想说话，就见少卿站在一边，两人对视一眼。有，自从发生那蒋家对大人有非分之想，我就一直安排人在收集了。既然如此，那蒋侍郎就只能怪自己子不教父之过了。季青右手手臂一条很深很长的伤口，左手手掌横贯了一条深可见骨的伤口。九月仓促间拿出了腰间的小包包，刚把瓶子拿出来，季青动作一急，整瓶解毒丸倒在了地上，而后季青大脚一踩，碎的捡都捡不起来。这人真不是故意的吗？季青慌乱地扯着九月的衣衫。我没让他碰到我，我划破自己的手了，我好难受啊，九月。往常怎么没觉得九月穿的里三层外三层的，怎么那么难脱呀？唰的一声，季青直接把九月的衣服给撕了。九月没让季青立刻得逞。我知道，你先等等，我给你扎针解药行。不等，我不等，你给我。我在呢，睡吧。本来脑子里还记挂着什么，想说两句要九月小心还是什么，结果身体的疲劳和缺血让他眼睛闭上就沉沉的睡了过去。他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儿，不说他不会善罢甘休，九月不闹个天翻地覆也是不可能的。穿好衣服会有些软，腰也酸得不行，根本就没有思考其他，抬手就给自己扎了一针。这个穴位是强行刺激身体机能的，类似于打了一针肾上腺素，有点伤身体，但九月根本就不在意。这样的事儿九月能忍下去，他就不是九月了。九月缓步打开了房门，院子里灯火通明，少卿捧着一沓资料跪在院子中央。请东家责罚，是少卿大意才导致大人受伤，让东家受累了。说着话的九月一边亲吻季青，一边扎了季青一针，而后手快速地搭在季青的手腕上，给他搭脉。脉象混乱，这药霸道的，居然敢给季青下这种药，找死！最后实在没法子，九月只能一边给季青解毒，一边给他扎了几针。季青粘人的不像样，根本就接受不了九月片刻的游移和抽离，折腾了大半夜。季青终于疲倦地睡了过去。九月长出了一口气，只觉得身体都快要不是自己的了。还好他身体素质爆好，这会儿的季青一张脸苍白的不像样。九月给季青再扎了几针，顺便给他细致地处理手臂上的伤口。季青哼几声，微微睁开眼睛。九月。九月抬眸看着季青满是水汽的眼睛，轻身在季青的眼皮上吻了吻。行了，若真是谁出点什么事都怪罪在你头上，你有几条命够我杀的？起来吧。季昭民转过身来看向九月，院子的角落或站或坐着季家的其他人，所有人好像都知道这件事儿不会过夜的。娘进去收拾收拾，顺便给一青换套衣服，熬点小米粥什么的。这蒋姑娘竟然不是第一次，这欲望这般强烈，是有瘾还是有病？敢碰她的人就要做好心理准备受死。都查清楚了？查清楚了。弟妹，这件事我已经准备好了蒋家犯事的证据，势必会让他们脱一层皮，所以弟妹大可不用亲自跑这么一趟。要多久？若真是他的方法来，蒋家会脱一层皮，但时间会拉长，怎么也要1个月左右。哼，大哥，这一点你就不如易清了。若是易清这会儿醒着，就该给我递刀了。想着若是季青这会儿若是醒着的，别说是递刀子了，刨坑埋人不都干过好多次了吗？别说季青了，就是他也干过好几次了，好吧。再说我什么时候让事过夜过，是吧大哥？黑暗让九月美得越发的肆意，她是专为黑暗而生的美人儿。抬眸，冀州野3兄弟也站了出来。冀大湖连夜把兄弟3人从书房喊了回来，只说是家里出了事儿，
等回家他们才知道季青遭了难。三兄弟脑子从未转过那么快，满脑子都是完了，二嫂要大开杀戒了。前几日得了信，说是正峰山上的土匪下山还进城了，不知因为什么，所以刚大人回来没多久，我就让人把那些土匪引到蒋家南街的铺子上去了。九月看了一眼少卿，很是赞赏了一眼，这人眼里有活的，九月都自愧不如。瞧瞧这人这觉悟，瞧瞧人这做事能力，加薪必须加薪啊！若不是我把少卿给收了，这便宜了谁啊？这果然我的眼光很好。动静闹大点儿。空中倏然升起了一束红色的烟花，咻的一声，东家成了。走到大门前，端端正正地站着一排又一排孔武有力的汉子，约莫30个人。这少卿真是给再多银子1个月都不为过的。这是我最快召集到的人手，个个都有力凶杀。九月觉得自己真有上门找茬的模样了，和自己单枪匹马上门的感觉还真是不一样。九月一边走，小手把玩着腰间的令牌，这是秋烈回来的时候皇上赏的，荣家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完成，九月的真正赏赐说到底是没有真正下的，所以给九月一块令牌玩，有这个令牌，九月随意出入皇宫不是什么问题。砸！身后的大汉快速上前，守门的不过2个护卫，砰砰砰的几下就生死不知的躺在地上。有大汉拿出了大刀，伸进门缝一卡，拦门的门栓咔嗒一声掉在了地上。众人犹如蝗虫过境一般，将入眼就见到的所有都打砸的全是碎木。你是何人？天子脚下，你蒋晴晴呢？我大半夜的睡不着，来找你家小姐说说话。胡扯！哪有大半夜像个强盗土匪似的上门来找人说话的？谁大半夜的睡不着，跑人家来打砸一通，就是为了说说话？哼，原来这就叫强盗土匪了呀！说着话的，九月一步一步地逼近了管家的位置。这才哪儿到哪儿呢？没见识！等会儿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的强盗土匪。让这家里能做主的来见我。抓住他！说完，管家身边的几个护卫扬起大刀就要上来。跟着九月的大汉虽然是杂牌军，但都知道九月是东家，这会儿看到九月被人发难，忙上前想要帮忙，却被少卿拦住。等会儿！就九月那笑眯眯的样子，一眼就看得出来一股邪火没发出来呢。九月自腰间抽出了小刀，鬼魅般的身形猛地出现在管家的眼前，唰的一声，管家的耳朵被九月削下来。耳朵长来不会听话，削了的好。九月手里的小刀毫不犹豫地直接伸进了管家的嘴里，嚎震的尖叫被闷在了嘴里。管家不知该捂耳朵还是捂嘴巴，惊恐地看着九月。九月乐呵呵地看着管家，可以找能做主的人来了吗？管家猛地往后退了一步，滴着血的手恶狠狠地指着九月。蒋家的护卫瞬间一拥而上，明明态度很好来着，我好好说的时候，为什么就是有人不能听我好好说的时候主动去做呢？不过1两息的时间，地上就倒了3、4个捂着脖子，身子不停地抽搐，却连声音都发不出来的护卫。不说管家和蒋家的护卫了，就连少卿带来的人都被九月这一手给镇住了。知道这是绝对打不过了，护卫头头大喊一声：“全部住手！”姑娘。护卫头头很想说：“你到底干嘛的？打劫不像打劫，杀人，杀人还挺像是杀人的。”哼，瞧我这记性，都忘了自报家门了，可真是不该。我叫九运，9月的9，9月的运。九月脚尖一勾，轻轻一踢，一柄闪着寒光的大刀哐的一声擦着护卫头头的耳边过去。还不快去！蒋侍郎和他几个嫡子庶子们系着衣服飞奔而来。少卿的人极有眼色地给九月端来了椅子。九月惬意地坐在院子里，翘着2郎腿，轻声不知道哼着个什么调调。蒋侍郎一听护卫头头说九月来了，整个人都僵了一下。当初在猎场，他是那群被九月保护的重臣中的其中一位。九月的手段，他虽然年纪大了，但也不至于老眼昏花看不清楚。
那日在场的所有人可都瞧出来了，九月在丰原帝那里地位可是非同一般的。况且九月那救驾之功可还没有赏赐呢。这夜闯侍郎府，杀了府里护卫，到底是所谓何事啊？侍郎大人。蒋侍郎被九月这一声大人直接喊得浑身都抖了一下。蒋侍郎心高气傲的手往前一伸，就想指着九月怒喝，被蒋大公子一把给按住手。他可记得秋猎那日容妃指着九月之后的下场，但按住了手，没按住嘴。九月，你这是要干什么？夜闯我侍郎府，杀我护卫，砸我府邸，你这是要造反吗？而后只听啪的一声，几本封好线的本子猛地一下砸到了蒋侍郎的脸上，被砸得踉跄的往后退了一步，一屁股就跌在了地上，连带着扶着他的蒋大公子也都被带得跌在了地上。九月！说话间还想要骂，在旁边的蒋大公子和几个儿子看清地上的东西，皆被吓破了胆。爹！蒋侍郎随着蒋大公子的视线望向刚刚砸向他的本子。九月，我知道我名字好听，不用一直叫我。我知道我名字好听，不用一直叫我。怎么蒋晴晴还没来啊？都说了我要找她聊聊天，聊聊天怎么就那么费劲儿呢？话音刚落，两个大汉扯着只穿着寝衣的蒋晴晴走了出来。爹，那季义清可不就是面前这女罗刹的夫君吗？难道晴晴又像往日里那般了？可往日里顶多就是些没什么官位也没什么家世的小公子，这季义清不仅是朝廷命官，更是九月的夫君呢。少卿，你读过书，知不知道子不教的下一句是什么？少卿还来不及说什么，蒋侍郎已经身形矫健地从地上爬起来，来到蒋晴晴的身边，啪的抬手就是一巴掌。爹！既然一个小官儿玩就玩了，那你一个侍郎夫人，死了也就死了。话音一落，只听歘的一声，蒋侍郎年纪到底是大了，像是没吃饭一样。蒋侍郎啪的一声又是一巴掌。九月充耳不闻，只摇头啧啧两声，还是很不满意。不就是给他夫君下了药吗？那不是没成事吗？用得着像个杀人狂一样的打上门来吗？结果还没站起来，蒋大公子连打着蒋家几个往日里最娇宠蒋晴晴的几个兄长，全部来到了蒋晴晴的身边。蒋晴晴惊恐的连话都来不及说，就被连扇了几巴掌。晴晴，娘，晴晴，你们是疯了不成？竟敢这般打晴晴！老爷你就这么光是看着？往日里你可最是疼晴晴的，怎可由着他们这般打晴晴？晴晴闯了大祸了。大祸？什么大祸？你是侍郎，就算晴晴杀人放火，你都可以摆平。急什么？那小官怎么完就完了？住嘴！九月捏着手术刀缓步走向侍郎夫人。说得好啊，说得好，玩就玩了是吧？你少卿立刻带人把蒋晴晴和蒋家人拉开。蒋侍郎拼命地朝着九月喊：九月，你大人有大量，别同他计较，他一个妇人见识短，说话不经脑子。难道是那个九月，季义清的夫人？我既然一个小官儿玩就玩了，那你一个侍郎夫人，死了也就死了。话音一落，只听歘的一声，娘！夫人！就看蒋晴晴和蒋侍郎被九月带来的人踩在地上，作威作福几十年的侍郎夫人死了。别急，马上就到你们了，都得死。九月，
你谋害朝廷命妇，该当何罪？我可是户部左侍郎，朝廷3品大员，我妻是朝廷封的诰命夫人。你以为你杀了我妻还能全身而退吗？我要你给我妻偿命，偿命！侍郎大人，5年前兼任巡盐御史，2年前侍郎大人迁了祖坟，可真是有孝心的紧，自己发达了，连祖先都不忘记，寻了个不知多好的风水宝地，供奉你蒋家的祖先。不可能的，9月怎么会知道那件事？我做得如此隐蔽。你要什么？银子、官位，让你夫君上位，还是什么？你说，我都能做到。屠村，你都知道什么？侍郎大人可真是折煞9月了。9月一见妇人，哪能知道什么？不过是知道你连着你的9族，马上就要和你的老祖宗们见面了，也不枉费你千寻万寻的寻了那么好一个地方，你说是吧，侍郎大人？不会的，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侍郎大人可真是孤陋寡闻了，不知道自古以来好东西嘛，可都在墓里呢。我呢，就是大胆猜测，小心求证。想不到啊，想不到，侍郎大人真是艺高人胆大，那样的事都做得出来。你把你蒋家的老祖宗放在那样一个地方，是真不怕你蒋家老祖宗被那些冤魂给生吞活剥了，是吧？蒋侍郎做巡盐御史以后，贪污了少说也有几百万两。谁都知道，盐税是国库的大头，贪污的银子白花花的，简直是闪瞎了蒋侍郎的眼睛。这么多的银两，蒋侍郎感觉不管是放在哪里都不安全，决定给老祖宗迁坟，然后留个口子，这些银子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埋进祖宗的坟里，也可以日后供他进出祖坟拿银子挥霍。但不凑巧的是，选的坟正中间是个不大的村子，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也担心他将银两藏在坟里的事情败露，蒋侍郎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冷眼吩咐人屠村了。屠村、贪墨、侵占良田、买官鬻爵、豢养暗卫，有吗？9月说一个，蒋侍郎和蒋家人就抖一下。看起来要造反的怎么都不像是我。哦，对了，还有纵女淫杀良家子，3个还是4个？蒋侍郎怕是自己都记不清楚了吧？这罪名听起来都脏耳朵。说起来，你蒋家还是书香世家呢，养出这么个玩意儿。还有1个多时辰，侍郎大人怕是该去上朝了吧？爹！9月指了指少卿手里的那些纸张。1个时辰之后，这些东西就会出现在朝堂之上。少卿，记得把灵苏县桃花村的事儿好好同大哥说说，这可是大功一件，谁知道能从蒋家祖坟里取出多少银两来，这功劳可不能落到旁人的头上去了。是，蒋侍郎这会儿也顾不得其他了，直接跪到了9月的面前。你要什么？银子、官位，让你夫君上位，还是什么？你说，我都能做到。今儿个怕是没法睡了，1个时辰之后还得去给我夫君请假去呢。9月轻飘飘地看向了蒋晴晴，蒋大公子已经扑向了蒋晴晴。大哥！而后脸上狠狠地挨了一巴掌。此事因他所起，自然该用他来还。不过是一个女儿，我宠爱了她这么多年也够了。若不是她，今夜蒋家怎么会遭此祸事？看着昔日疼爱蒋晴晴的蒋家人，拿刀的拿棍儿的，蒋家老四甚至让护卫将马房的马夫都给叫了来。蒋家人一拥而上，蒋家护卫看着眼前的这一幕，惊恐的直往后退，像是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暗月阁所有的人都直接背过身不去看。脏眼睛！蒋晴晴挣扎嚎叫，却是半点作用也没有。这板子啊，只有真正的落到了自己的身上，才能体会那痛彻心扉的痛。眼见快要到平常上朝的时辰了，9月站起身，笑着看向蒋家的男人们。罪证加一，虐杀亲妹，虐杀亲女，在场所有人皆是人证，蒋晴晴身体就摆在那儿，人证物证俱全。侍郎大人，蒋家可真是好家教。你说什么？你答应了我的，你答应了我的。侍郎大人莫不是耳朵不好使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话了？蒋家几个男人这会儿看出来了，九月就是故意的，故意给他们一种错觉，故意让他们觉得只要他们处置了蒋晴晴，九月就会当作一切都不存在，就不会去告发他们。九月给了他们希望，让他们亲手虐杀了自己最疼爱的小妹和女儿，最后却又给他们致命一击，杀人却要诛他们的心。你是故意的，你若是没说那种话，没暗示我们如何做得出这猪狗不如的事情来？小蒋大人好生凶残，九月不过一个小小女子，吓都吓死了，怎么可能会暗示你们做出这等猪狗不如的事呢？我不是直接明示你们的吗？不过那又如何呢？明示也好，暗示也罢，你们又能奈我何呀？杀人的是你们，虐杀了亲妹亲女儿的是你们，我呢，也就是说了2句话吧。九月冷冷地看向蒋侍郎，子不教，父之过。九月站起身，走到蒋侍郎的面前。答对了，有奖励，奖励你蒋家9族消失。走吧。蒋家从根子就已经坏了，覆灭是必然的，主子不过是推进了这件事罢了。刚出侍郎府，季昭眠衣衫微微有些凌乱地跑了过来。你们几个跟我来吧。九月打了个哈欠，对于他们要干什么半点不感兴趣。大哥，我回去睡了。季昭眠嗯了一声，九月出门他就去做善后处理了，身后跟着季昭眠的几个人往侍郎府里拖进去了几具尸体。怎么有2个是那正风山上的土匪？季昭眠这是要干什么？让他们回去，人不宜太多。少卿点头，那些大汉没多大会儿就消失在了街角。而在第2天的朝堂之上，季昭眠大义凛然的上奏，弹劾蒋家父子背弃人性，猪狗不如，戕害亲生血脉。蒋家父子侵占良田，残害无辜百姓。昨天陈帝从城外回城，偶遇了镇风山的山匪，而后立刻命家中的护卫跟了上去，一边让下人去告知官府的人，一边自己也跟了上去。谁知道最后那山匪洗劫了蒋家南街的铺子以后，被陈帝追得满都城的跑。陈帝在跟山匪搏斗之时不慎受伤，这会儿正在家中休养，而微臣得了信，最后在蒋家的门口捉拿了最后几个山匪。但遗憾的是，侍郎夫人已经被山匪所杀。谁知道兵马司跟巡防营的人本想去侍郎府告知蒋侍郎商铺的事，但是却看到了令所有人回想起来都头皮发麻的事：蒋侍郎及家中儿郎丧心病狂，不知何故竟将蒋晴晴虐杀，满地鲜血，让人一眼瞧过去就觉得畜生不如。侍郎府被山匪乱反一通，其中微臣找到了一些东西，就是刚才微臣说的那些罪证的证据，所以今日不得不紧急上奏。本来蒋大都以为季昭眠要说桃花村和祖坟藏银的事情了，但季昭眠就是不按常理出牌，他不说桃花村和祖坟的事情，因为谁也没有想到昨日那山匪当中竟有一个是当初桃花村的村民后人，只是在外跑伤逃过了一劫。季昭眠要的可不仅仅是蒋家伏法，还要蒋家恶名遗臭万年。所以当登文鼓敲响之时，跪在殿上正在上奏的季昭眠长出了一口气，看了看还在声嘶力竭说着昨夜9月夜闯侍郎府的蒋大。蒋大自知其他的事情都没有办法辩驳，但此事全都是因9月所起，不把9月拉下来，他怎能咽下这口气？所以他咬死了说9月目无法纪，虐杀朝廷命妇。他母亲可是朝廷亲封的诰命夫人，9月无法无天，根本就不把所有人放在眼里。季昭眠冷眼瞧着，今儿个他就站在这里，不管他是7品也好8品也好，他蒋大只要能把9月的名声给抹黑，能让天下所有人都觉得9月目无法纪，滥杀无辜，那他就是输。就像9月说的，他蒋家本就该死，我不过是推进了这件事。但是在现在，你空口白牙说9月夜闯侍郎府，证据呢？你什么都没有，就敢这么把莫须有的罪名加到9月的头上。谁人都知道9月在秋猎之时救下了蒋侍郎，结果蒋家不仅不敢，却还要在这个当口污蔑9月，且在场不少大人都曾被9月所救
九月为何要无故虐杀侍郎夫人？总得有个理由吧。我弟弟因为追匪之事受伤，你们却一直把此事往他的妻子九月的身上引，到底居心何在？要知道九月不过是一介女流，如何能在有几十个护卫的侍郎府作威作福？蒋大人这话说的不亏心吗？还说你就是故意的？难道说你蒋家有什么秘密被九月知晓，所以你才污蔑九月？巴拉巴拉，一张巧嘴愣是把朝堂上所有人说的一愣一愣的。你说九月杀了侍郎夫人，证据呢？没证据讲个屁！我说你们虐杀了蒋勤勤，而且证据就在你们自己的身上。那兵马司的人赶到蒋家的时候，你蒋家男人们身上还挂着蒋勤勤的血肉，几十双眼睛可都瞧得真真的。你们如何辩驳？我家九月善良温柔又有大义，绝不可能会做出虐杀侍郎夫人的事来。侍郎夫人就是被山匪所杀，你没证据，你就是诬告。九月好心救了你跟你爹的狗命，你们将仇报，你们没有良心，不堪为人。还说九月杀了你娘，你说你家护卫是证据，你都说了是你家护卫，他们的证据不作数。兵马司巡防营的人都看到了你们的血，还有那纸上桩桩件件罄竹难书的罪证，可都还在。端坐在龙椅上的丰原帝嘴角都抽了抽。一介女流？九月那是普通的一介女流吗？那是一朵霸王花好吗？蒋大跪在地上一时语塞，他要如何说？一旦说出去九月去侍郎府的原因，那不就又在他们罄竹难书的罪证上又加了一个罪名，坑害朝廷命官。季昭眠舌灿莲花，一边故意往重了说蒋家的罪证，一边说九月善良温柔有大义，但胆子小，敲登文鼓的要先滚打钉床。当鲜血淋漓之人被抬上大殿，蒋侍郎为一己私欲屠杀桃源村村民172人，只为将蒋家祖坟迁移至桃花村，后又和灵苏县县令勾结，将我桃花村无辜被害之人说成是因洪灾而死，贪墨赈灾银两，畜生不如，枉为人！满殿哗然。刚刚季昭眠说的那些和这屠村比起来，真是小事一桩了。就为了一个祖坟，竟然有人会屠杀一个村子的人，那是100多条人命，100多个无辜的老百姓啊！蒋侍郎吐血之后就起不来床了。蒋大今日之所以上朝，不过是想把九月给拉下马，甚至若是能让季家兄弟吃个亏呢，也是好的。谁知道季昭眠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竟然还让季青立了一功，压根儿没有猜到季昭眠换的季青的衣服上的。爹娘，今日我有幸上达天庭，将我桃花村村民的苦难告知陛下，陛下一定会还我桃花村村民公道，处死奸臣，死而无憾。话音刚落，男人奔着跑向金銮殿的柱子。爹娘，儿来陪你们了！砰的一声，丰原帝坐在龙椅上，平静地看着下手的官员，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丰原帝发怒的前兆。查！季昭眠因为是弹劾蒋家的主力军，最后此事由刑部、大理寺联合，势必要把蒋家的所有罪证都查个清楚明白。九月就站在了蒋家的大门口，半点不遮掩地站在了最好看戏的位置，看着刑部和大理寺的官兵进去把蒋家的男女老少都给拖了出来。蒋侍郎一双浑浊的眼颤颤巍巍地抬起来，一抬眸就看到了站在人群中间身着一身黑衣犹如罗刹鬼的九月。他肯定不是人，不是人，是鬼，是罗刹。一路走好。鬼，有鬼啊！老东西，我错了，此不将，父之过。在被官兵推着走的过程中，蒋侍郎只会不停地重复子不教父之过。九月冷冷地看着蒋家人走，蒋侍郎把一切都归结于蒋勤勤身上，却不知真正害他这一步的不是蒋勤勤，而是他自己。丰原帝坐在御书房的龙椅上，定定地看着季昭眠跪在地上。九月杀蒋侍郎的夫人，
肯定是确有其事。蒋家的事，民间怨声载道，尽快处理了，以及在大理寺，此事就由你从旁协助。季昭民磕头应是，还是把9月那小崽子叫进宫来问问，正好也好久没有把脉。就是好久没把脉，绝不是想看热闹，更不是因为宫里太烦闷，让9月进宫。砰的一声，季昭民膝盖都磕疼了。皇上恕罪，9月他季爱卿，有些事是心照不宣的，你没开口之前叫心照不宣，你开了口可就不是了。退下吧，让9月进宫来。皇后说好几日未见他了。季昭民本来都觉得今日怕是要脑袋不保，这会儿头猛地抬起来，看着丰原帝的眼睛都亮晶晶的。这季家人都什么毛病？这9月在季家都学了些什么呀？殊不知这些都是季家人和9月学的，就这炯炯有神的目光，9月一用一个准儿。所以陛下也知道我想说的是什么。不管怎么样，只要陛下不是要治罪9月就好。和9月做一家人，得有灵活的嘴皮子，随时可能移位的脑袋。哭又没有什么用。季青就是失血过多又从山上滚下来，然后又费了那么多力，昏睡不是很正常的吗？9月从蒋家回来也睡了一整天，那事儿真是让人很累呀，牛也累，地也累呀。结果刚醒过来呢，季昭民就从宫里回来说丰原帝要见他，拾掇自己，9月屁颠的进宫去了。又国库创收了，丰原帝难道要把我叫进宫奖励了？那蒋家祖坟里面肯定也有个几百万两吧，不用给多少，有个1%、2%也差不多啊。又能揍人打人，还有前进，美滋滋。你自己瞧瞧你干的好事儿。9月十分麻溜又动作利索的跪在那儿了，他给蒋家拔了个蛀虫，又能超几百万两银子，不说奖励他就算了，千里迢迢把他叫进宫来骂一顿，那算是怎么回事啊？所以9月梗着脖子看着丰原帝，但是大眼睛眨巴眨巴的。朕刚在你大伯哥的脸上看到过这个表情，但他做的比你好，你这又怂又凶的样子，做给谁看？你那什么表情啊？朕还说错你了？没有，皇上说的都对。嘿，这暴脾气，真有人认错是这么认错的？那你错了吗？错了。错哪儿了？长久的沉默直接把丰原帝给气乐了。你不认为自己有错？有错。所以你错哪儿了？陛下，要不您就直说吧。丰原帝默默地捂了捂胸口，这人一天天的到底是在外面闯了多少祸呀？连虐杀侍郎夫人这样的大事都没有在他的心里留个影。蒋侍郎的夫人是怎么回事？哦，陛下是觉得他不该杀。朕是在和你讨论他该不该杀吗？朕是在说你不能随便杀人。为什么他能随便乱杀别人？你都不知道，他那个女儿看上谁就要把谁弄进家里去，然后这样那样的。停！他们做了错事，自有大齐的律法来判定他们的罪责。9月，你不能随便就判定一个人的生死，就连朕虽是皇上，难道皇上也不能随便杀人？不应该啊！历史上的皇帝都可牛逼了，想杀谁就杀谁来着。然后9月就用一种你怎么那么没用的表情看着丰原帝。说不下去了，换个方向说。若是不改了9月这想杀谁就杀谁的性子，以后还真不知道得闯多大的祸。现在朕还是皇上，能护住9月。为什么要杀侍郎夫人？丰原帝一看9月那样子就知道，这人呐，在心里想招呢。欺君之罪是死罪。哦，蒋侍郎家有个女儿叫蒋晴晴，她看上季一清了。丰原帝蹙了蹙眉头，什么玩意儿？看上就看上了呗，毕竟季一清长得好看，文采也还成，不然我也看不上她不是。丰原帝捏了捏眉心，不能生气。但那蒋晴晴看上季一清就算了，季一清根本就不认识她。那蒋晴晴就使了下作手段，在季一清去城外寺庙办差的时候，在路上将季一清掳走下药，
害得季青为了保护自己的清白，划了自己一刀，还从马车上摔了下来，滚到了山下。简直是岂有此理！还是个闺阁女子，行事竟这般荒唐。要不是我家季青可就小命不保了。那要十分霸道，非死即残。那可是季青是我相公，只能是我的。结果我上门就好好和蒋家说，蒋家不知悔改。那侍郎夫人还说什么不就是个小官吗？玩就玩了。丰原帝气得直喘粗气，但转而听九月把季青归为自己东西的语气，丰原帝又心气儿不顺了。什么叫做是你的？那是你的吗？季青那是他自己的，更何况你这也太霸道了。是你的就谁也不能动啊？那朕呢？朕也不行。绝对，这狗东西脑子里绝对给歪到天边去了。陛下，您瞧上了季青，您要纳她为什么来着？妃吗？李峰感觉自己的脖子都开始摇晃了，脑袋不保啊！还没来得及跪呢，就听见丰原帝噔噔噔的从龙椅那边窜了出来。九月动作敏捷的都出了残影，就从地上爬起来开始跑。啊，不是，那什么，不是妃。飞你个头！浮尘啪的一声抽在了九月的屁股上，九月捂着屁股嗷的一声。可老等，要不是看你是皇帝，分分钟灭你丫的！陛下，我也不知道那男子进宫该成什么样。丰原帝直接从御书房追着九月到了门外，所有人都看到丰原帝老当益壮的追着九月上蹿下跳。陛下息怒，息怒啊！陛下，你给朕站那儿！九月猛地停住，再跑就不礼貌了。没看那老登都快要撅过去了吗？陛下，我错了。错哪儿了？我不该胡言乱语。自己捏着耳朵进来。九月捏着自己的小耳朵，亦步亦趋地跟在了丰原帝的屁股后面。朕就打个比方，你自己听听，你说的是人话吗？是人话？你是没看过皇上和臣子的文，那性张力杠杠的。也就是你老了点，不然这丰原帝这老成这样都帅个人神共愤呢，那就是大主公啊。丰原帝很想掐一下自己的人中，和九月说话真的是没有办法拐弯抹角，得直接说，非得把九月的性子掰回来不可，不然这想杀谁就杀谁的性子，非要成为所有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不可。九月，人命在你的眼中是什么？丰原帝语重心长地觉得自己像是在带个小朋友。九月捏着自己的耳朵，小可怜的样。人命是什么？人命当然是数字了，有些数字长，有些数字短，有些第一位大但数字短，有些第一位小但数字长，只是这数字都在现在的账户上。人命就是人命啊，没毛病。丰原帝又开始心梗了。难道从未有人教导过九月这些吗？所以九月从小……丰原帝才想起九月是孤女，确实没有人教过她这些。你为什么要救朕？这小崽子当着朕的面都敢跑神儿，不对，那满脸荡漾的模样。丰原帝站起来就弹了九月一个脑瓜崩。你要是敢说救朕就可以有赏赐，朕就会给你撑腰，朕立刻就让暗卫和鹰眼的人把你摁在地上揍一顿。九月嗷的一声捂着自己的额头。丰原帝看着人没揪耳朵了，揪着耳朵。九月可怜巴巴的又揪耳朵。怎么，你都把朕看作是金光灿灿的金元宝了，还不准朕敲你一个脑瓜崩？头顶的梁上至少有5、6个暗卫，门口还有10几20个禁军啊，鹰眼的人也有好几个。这么多人，打不过，能敲？九月，你好好想想，秋猎的时候你拼命救朕的时候，除了因为救朕可以给你撑腰，朕会给你赏赐之外，你真的就没想点其他的？其实有的。哦，是什么？季青还有很多人都说陛下是个好皇帝，我当时就想着，我刚刚抱上您的大腿，不能让陛下您没了。还有，说是陛下真的没了，那岂不是会天下大乱？然后我也就没法安心生活了。丰原帝真就不知道该笑还是该气了。九月真就不会委婉这个说法。所以你看，朕的作用就在这儿，
朕是大齐的朕石，有朕在，大齐就不会乱。待朕100年，太子固然要顺理成章地继承大统，但若是朕真的被刺杀，那这个过程必然会变得血腥，不知还要死多少人。你说对吗？那些大臣呢？你把那些大臣都聚到朕的身边，又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是没了，也可能会乱啊。所以你看，若是你随意的就杀人，那造成的后果该有多少人受罪啊？可能侍郎夫人她该杀的呀，她和蒋勤勤戕害了多少无辜的男人。是，侍郎夫人是该杀，但你又怎么判断你杀的每一个人都是该杀的呢？惹了我的就该杀。九月，风原地一梗，又想掐自己的人中了。九月又揪着自己的耳朵站在那儿了。若人人都像你这般想杀谁就杀谁，若人人都像你这般想杀谁就杀谁，那岂不是爽爆了？风原地起身，又是一个脑瓜崩。九月嗷的一声，险些浑身的力气就长了出来。那整个天下就乱套了。你好好想想，到时候整个天下会变成什么样子？事情发生的时候，为何没有想过进宫来找朕？可你给朕解毒，给太子解毒，给楚家人解毒的时候，不就是知道给朕解了毒以后，朕就会给你撑腰了吗？那个时候为何又不来呢？你是觉得朕对于救命恩人和一个侍郎的女儿，朕会站在侍郎女儿那边吗？可你又说朕是个好皇帝，有朕在天下不会乱，所以那样一个人，朕真的会站在他那边吗？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所以九月，你真的想这个世界变成想杀谁就杀谁的世界吗？不要，九月不想生活在那样的地方。风原地站起身，抬手就在九月的头上揉了揉。你很率真，有什么说什么，想什么做什么，这很珍贵很难得，朕觉得很欢喜，因为朕从未见过有任何人是你这般模样，所以朕不想用更多的条条框框来限制你。但九月，你要记着，不管到任何时候，你心里都应该要有一条线，那就是不管到任何时候都不可以随意杀人。那揍可以吗？你踢太子屁股的时候，把凌墨揍了个鼻青脸肿的时候，朕可有因为这个说过你半分？不可以故意挑衅，更不可以把主意打到朕的头上来。哦，蒋晴晴的死和你有没有关系？我暗示他们，只要蒋晴晴死了，那些正主就不会上轿。你倒是会拿捏人心。说他聪明，他有时候说话做事不过脑子像个傻妞；说他不聪明，审时度度，拿捏人心的时候，精明的又像是只小狐狸。你没事吧？你没事吧？手怎么是凉的？这么冷啊？醒过来的时候没有看到九月，空落落的不说，心慌的不行。后来听说九月进了宫，不让他出门，他干脆就到了门口来了。看到九月走路什么的没有明显的异常，但哪怕再混沌，季忆清也知道自己在药效的作用下有些疯狂和狠戾。九月明明那么讨厌受气和不迁就他人的，在那个时刻，九月却是对他予取予求。进了两人的屋子，季忆清急不可耐地去扒九月的衣服，九月瞳孔都缩了缩。还没有解毒？不至于吧？他真就有点受不住了地说。季忆清的脸一红，醒过来的时候，看到自己身上的牙印和指甲痕迹的时候，就知道这战况有多激烈。解毒了，我就想看看自己有没有伤到你。我那个时候好像有点疯。没有，我是你能伤到的吗？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不管怎么样，带上我可好？他知道的时候，只觉得自己何德何能，值得九月给他那般出气呢。你有没有那么一点点是因为喜欢我才去侍郎府的？啊，这什么玩意儿？不都说果然是含蓄的吗？谁问喜不喜欢，谁问爱不爱的呀？这季忆清怎么这么不含蓄？没办法，这都是被九月逼出来的。因为你委婉含蓄的，九月不想思考，统统都忽略。所以季忆清早就学会了和九月说话直截了当，不委婉，不拐弯抹角。但喜欢是种什么感觉，九月暂且不懂呢。
不过和季逸清待在一块儿，心情很好倒是事实呢。糟糕，要长脑子了，莫不是要长个亲情脑或者恋爱脑？好烦呢。不行不行，官服胄了被说的，就不能不去吗？季逸清也不想去啊，好难得啊，9月竟然这般俏生生的和他说话。你乖吗？你觉得这个词和我合适？俯身在9月的唇上凑了凑。合适啊，你在我的眼里，和这世间所有形容美好的词都合适。9月被季逸清给逗乐了，这人是开窍了还是怎么？走走走，快去衙门了。季逸清嗯了一声点头，给9月盖好了被子，这才出门。东家，郡主来了。他来干什么？我出去看看。9月一身飒爽玄色锦衣走出门去，那举动之间满是潇洒自信。9月大夫，郡主来此有何事？我母妃在府中办了赏花宴，我特地来请你前去。难道这些个锦衣玉食的大家公子小姐，人手一双看狗都深情的桃花眼吗？你是不是喜欢我呀？没办法，风原帝语重心长的一番话，让9月觉得自己简直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了。凌月一整个脸爆红，9月惊恐的往后一退，双手抱住弱小可怜又无助的自己。不是怎么个事儿？这是我这个脑子抽抽的这么一说，调侃两句而已，脸红是怎么个意思？我真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男女通杀的地步了。这话他还不敢真的对季逸清说，那人现在究极进化了，骚断腿，他会身体力行的告诉9月他有多喜欢他。我很喜欢你自信洒脱，也很喜欢你遇事果决，雷厉风行，英姿飒爽。凌家除却凌王妃就3磅船，凌月形容的这些，用欣赏这个词来说的话，明显更加贴切。东家，郡主应该是羡慕、欣赏、敬佩，不是您认为的那种喜欢。你说真的？所以你一定要来哦，9月大夫，你一定要来啊！他是真的很想和9月交好。郡主，你们自个儿做着玩就是了。表姐，9月看到凌月那一脸苦大仇深的模样，直接乐了。主打一个旁人若是不高兴，那我就高兴了。你没有过节啊？凌月叽里呱啦的说了出来。难怪凌月的怨念这么深，应该是小时候经常会被人拿出来对比。郡主是你的表妹，肯定不会乱说的呀。再说了，你找到如意郎君，他肯定也会为你高兴的。9月眉头一挑，他来到这古代也不是3两日了，虽然觉得不过是说说无伤大雅，但这到底是古代呀，没有哪个闺阁女子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什么如意郎君的，这简直是在败坏自己的名声。这人，凌月死死地掐着自己的手，他的婚事尤其不顺。当初是瞧上了季昭眠，只是还没有来得及付出行动呢，季家和9月就入了皇上的眼。凌家自然立刻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凌月轻哼了一声，扭头就想拉着9月离开，但那宁宁似乎知道凌月和真明珠有点小矛盾，真就非要往人心窝子上戳。郡主，您不会到处去说的吧？不会。不是，郡主，你真的很难找到比他还有不爱动脑筋的人了。还是他真的没有看出来这宁宁在给他挖坑呢？怎么了？这里一共就4个人，我和那俩不熟，但凌月熟，且和他那位表姐是有过节的。若是今日的话传出去了，那真明珠只会以为是凌月传的，根本就不会往那什么宁宁的身上想。这个小姑娘不简单啊！郡主，您是不知道，那位公子和珠珠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凌月蹙着眉头就想拉着9月走，被9月反手拉住了手，却见9月眉梢一挑，直接翘起了2郎腿。郡主，怎么了？说是有那么一个人能完全知道你的喜好，完美的契合你对夫君的所有要求，那这个人一定是我的如意郎君。那你就一定要跑，马不停蹄的跑，快马加鞭的跑，有多远跑多远。凌月和对面2个小姑娘都变了脸色，那真明珠更是愤而起身。你要知道，这个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完美的契合，有的只是处心积虑。而一个人能够知晓你的所有喜好，喜欢什么诗，通读什么书，喜爱什么发饰颜色，
那就证明这个人肯定调查过我，所有的一切我看到的契合，都是他专门为我所设的，这是一个陷阱。孺子可教也。还有，这样隐秘的事为何会被泄露？那我肯定还会把我身边的所有人都调查一番，若是必要，严刑拷打也是可以的，因为这些东西平常人可调查不出来。甄明珠的脸红了白，白了红，许是对自己的才女人设过于太自信，哼的一声。哼，一派胡言。今日来此讲的这番话，知情人是我们4个，若是真的传出去一点半点，可个个都有嫌疑。说完，那宁宁就踉跄了一下。9月眉眼狠厉地看着那人一眼。什么意思啊？你就把我刚刚说的话直接原话说给你姨母听，再不济就说给林王妃听。你听不懂，他们可是听得懂的。啊？宁宁又是什么人？他父亲在我姨父手底下做事，所以他一直都很追捧着我表姐，说是我表姐的闺中密友。原来还真的是伥鬼啊！你的意思是说呢？宁宁是鬼？你去和你母妃还有你姨母说一声，你不说他们都来了的吗？9月被迫和凌月缩在一个假山的后面。他们是在私会吗？你可真是聪明啊，这么显而易见的事情。那你听到他们在讲什么了吗？是的呢，你的表姐刚刚已经答应了那个男人，说要和他私奔。他怎么可以这样？就为自己的？哎，你现在出去，你那恋爱脑上头的表姐只会觉得你是棒打鸳鸯的一个恶人。听到凌月哭哭啼啼的和林王妃还有她姨母说了自己刚刚看到的一切，你表姐她当真竟然要私奔，这是把甄家柳家所有的女子都钉在了耻辱柱上了。母妃姨母，不止我一个人看到，9月也看到了。我马上回去就把那孽女关起来。姨母，我觉得表姐如今一心扑在那男的身上，若是你们强行棒打鸳鸯，表姐怕是会怨对你们。她要把我们所有人都往死路上逼，这样的女儿我还要她干什么？妹妹。柳姨母一头扑在了林王妃的怀里，呜呜的哭，惹得凌月也在哭。9月看着这一幕，真就满头黑线。说实话，若是她处理，真就是打死或者打残，腿打断了跑不动不就行了。果然还是野菜挖的少了。9月，你是不是有什么好法子？我说，但你们要舍得，挖1个月野菜吧。什么？不是要私奔吗？等他跑出去，半路把人给截住，把2人分开。那男人既然不敢到侯府提亲，家世肯定不好，好好查查他，然后找个老婆子，就说是那个男人的母亲，寻个什么理由让人把他带回家，再到乡下去干1个月的农活，可能都要不了1个月，你那个宝贝女儿就醒悟了。就弄个假婆婆，然后再干1个月农活就行了。这世上最难处理的不就是婆媳关系吗？还有农活，真当所有人都能干农活吗？笑话。你确定？到底是不是让明珠身边2个小丫头过来回个话就知道了。先别打草惊蛇，把明珠看好了。你觉得那9月说的让明珠到乡下去吃吃苦，这个念头如何？那就按那9月说的办，等我好好的规划一下，可千万不能漏了风声出去。还有那宁宁，显然在这件事中也是占了一定分量，我瞧着怕打的主意就是把这件事儿闹个人尽皆知。那月月和我们珠珠小姐妹一直都有些小矛盾，正好就栽赃给月月，说是月月出去说的，可真是好毒的心计。真当我是吃素的吗？看到一脸狠厉的侯爷，还有一脸严肃的柳姨母，2个丫头腿一软就直接跪在了地上。事情果然和宁宁有关，但听到这里自然也就知道这事儿怕是那宁宁一手促成的了。真是该死。不过半个来月，那甄明珠被从乡下带回来的时候，简直是脱了一层皮。这是你那眼睛长头顶上的那表姐？甄明珠想要傲娇的别过头去，但想起若不是凌月和9月，她这20多天的经历可就会成为她下半辈子的缩影。月月，9月，你看看，她真是我表姐吗？不是被鬼附身了的吧？没有，只是经此一事，你表姐也算是改头换面了。这形容词，
知道的还以为这人刚从牢里被放出来了。想我自诩聪慧，竟也着了道，还半点听不进旁人说的话。那侯府一家简直是把九月奉为救世主了，若不是九月，他们最后可能就失去这个女儿。九月一脸空白地坐在御书房里，今日李丰来寻他说皇上要见他，言语间说了一下关于秋猎一事的赏赐，说绝对会让九月满意。九月高兴的简直不知道要说什么好，自然跟着李丰屁颠屁颠的进宫了。但谁知道这会儿丰原帝那个老登用一脸一言难尽的表情看着他，就让九月很是无语。到底是什么赏赐啊？竟然让丰原帝做出这么为难的样子，这是不想给了？那可不行，是我的就是我的，说好了要给我的就必须给他。眼看丰原帝不说话，九月有些忍不住了。陛下，您到底是要赏我什么呀？丰原帝回过神来，实在是有些不知道怎么开口。今儿个他上朝，让李丰去季家把九月带进宫里来。本来他信心满满的，就是给九月准备了个惊喜。他早就做好了准备，看九月一脸的小财迷样，眼睛亮晶晶的，用成语接龙的方式夸他了。结果今日早朝，九月就给他一个惊吓加惊喜。平宁侯状告宁启通敌叛国，这可不是小罪名。平宁侯突然就在金銮殿上捅出来了，那宁启直接腿都吓软了。平宁侯从他的宝贝女儿真明珠被宁启的女儿宁宁哄骗，险些同人私奔，到九月和凌月撞破真明珠和那男人的事情，九月怀疑男人居心叵测，再到九月给他们出主意，让真明珠去挖野菜，还有让他们注意宁宁的事情，全部都给秃噜了出来。要不是九月直截了当地戳破了男人的目的，微臣还只当是一个男人想攀高枝诱拐高门贵女的事。微臣调查的时候就觉得那个男人能这么详细地弄到臣女的信息，很显然动用的不是一点点人手。这一来二去，微臣不仅查出了男人是北门的细作，还查出了男人一直和宁启私下有来往，甚至宁宁也是北门的细作，为的就是微臣手上铁矿使用分配和动用的权利。整个铁矿权力方面，上上下下有实权的7、8位大人，北门那边全部都用了人。同臣女这般是美人计的就有3个，女的皆如臣女这般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男的则是被家人养得有些单纯，不谙世事。拔出萝卜带出泥的平宁侯还找到了兵部另外2位上峰，还同沈将军一样被人下了蛊，只有一个是已经叛变了的，把信息出卖了，只是那2个老大人病倒了才没有传上去，不然大齐还不知道要损失多少。平宁侯半点没有邀功的，直接都说是因为九月，毕竟就是因为九月那么一句似是而非渲染恐怖气氛的话，平宁侯这一波赢麻了，连带着灵王那边也出了不少的力。九月听完都觉得是像在做梦。什么玩意儿？这到底是什么呢？这叫老大一个馅饼，吧唧一声掉他脸上了，想不接都不行啊！我怎么那么厉害？突然发出的笑声让丰原帝险些吓了一跳。本来以为这人突然不讲话了，是要消化一下朕说的事情，但看他乐成这个样子，很明显，这是又想到了赏赐。不过丰原帝越发的认为自己当初在猎场随口的一句9月是福星，不是戏言，而是一语成谶。9月的到来解了他的毒，解了沈将军的蛊，救了楚家满门的命。还有这通国叛敌的事儿，桩桩件件，哪件不是和江山社稷息息相关？9月就是大齐的福星，也不枉朕千辛万苦的给他拟定的封号了。但听着9月真就半点没有收敛的笑声，而且越笑越猖狂。丰原帝就毫不掩饰的上前给9月一个脑瓜崩。你牙齿不良吗你？9月一只手捂着额头，一只手捂着嘴，但眉眼弯弯，显然心情是真的很好。丰原帝也被9月给逗乐了，连带着屋内站着的李丰和英一都跟着9月一起乐了。这不，丰原帝一笑，谁也没有收敛，个个都眉开眼笑的。不愧是9月，
做得真好。九月的眼睛都弯成了月牙状，故作羞涩地看向风原帝。哎呀呀，陛下，您这样夸九月，九月都不好意思了。风原帝看着九月那矫揉造作的样子，真恨不得戳瞎自己的眼睛。